红姐，你在酒里放了什么？四叔，什么时候我们亲人之间也耍起心眼儿了？阿虎，四叔都是为了你好，留下来吧，就不要回去了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我只是听说，圣器在千万年以前，吸收着来自外星陨石的巨大能量，一旦被黑暗势力所利用，必定会引发又一场大战的。四叔，我国特调处的任务就是保护圣器，阻止黑暗势力。哪里是能守得住的呀？你知道这整个海星有多少人觊觎它？阿虎啊，红姐，咱们蛇族能生存到今天，靠的就是懂规矩、识时务。这不该去惹的人呢，我们不要去惹。傻小子，回去告诉你们处长，这趟浑水啊，我们蛇族可不奉陪了。不行，我们特调处永远共存亡。红姐，我们走，我带你走。既然不想走，那就都留下来吧。红姐，哎，你们别过来啊！我会伤到你们的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咱们大家和平相处好不好？我害怕起来，我真的连自己都颠。你呀，不要老在房间里捣鼓那些老掉牙的陷阱了，听到没有？又不是打猎，我们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什么？傻样！这样的梦，我已经做了几万遍了。没错，郑中原是我大学时候的师兄，主修声的，就是水下声波传递专业。我们两个在学术上面一直都有交流。昨天晚上11点，他还给我打电话，进行讨论他最新的声学实验成果，说是实现了脱离水环境的声波震荡。沈教授身体恢复的挺快啊。他是绝对不可能自杀的，他好胜心极强。是个野心勃勃的学者，他对于声波的研究有着极高的热爱和期待，所以，他除了被迷惑心智之外，我想不出来还有其他的可能性。我之前就觉得沈教授滴酒不沾，又和一切的现代设备绝缘，简直就是个活化石。现在看来，直觉有时候还是挺有用的。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我只想听你讲实话。心灵控制不是我研究的领域，这个案子我有心无力。你知道我说的根本就不是这件事儿。看来赵署长还是没有舍弃对我的怀疑啊。不是怀疑，是看不懂。说来也奇怪啊，长生鬼，山河追，我们明明在一起经历了这么多，我却发现我自己越来越看不起你了。
有的时候啊，一个人的心思太重，反而会遮住自己的双眼。其实，我就是一个不太幸运的普通人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被卷进了这些奇怪的案子当中，仅此而已。算了，打个电话。喂，思猫他们回来了吗？赵楚、副楚他们还没有回来。喂，喂，哎，怎么了？处理出事了，我跟你一起去。葛兰，葛兰，葛兰。不行，坏人！对不起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这儿来，这儿来。我就说吧，这样效果最快。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老楚呢？祝虎和小郭这么久没回来，他去看看。是音波，那个地心人好像拥有音波震动空间的能力，我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被震倒了。哎，林将，你发明的那个护盾不怎么样啊？真是奇了怪了，难道这音波能对我的护盾磁场干扰吗？就连我这能量仪都被震碎了，连一点地心人能量都没有截留住。或者，啊？思猫，那个地心人，他的音波既能震荡干扰空间，又能控制人类的情绪，这完全是两种效果呀。现如今地心的异能，还真是物美价廉，买一赠一呀。变异的途径和程度是多种多样的。如果地心人一直保持和人类同样的进化程度的话，那么产生复合型的异能，也不是不可能的。哎，我说你俩能不能别打着我的旗号，在这眉来眼去的，这样显得我特别愚蠢。同志们，为了提防地心人再次钻进我们精神的空子，我这里需要做一个人类精神频率的采本题呀。有谁愿意自告奋勇当实验者？要普通人类。啊，头好疼啊！啊，我去吧。还是我来吧。太好了。哎，
丫头，还在生四叔的气啊？四叔无论做任何事情，都是为你着想。你这孩子从小就是个不听话的犟脾气，我呀，一直拿你当女儿一样，所有什么事情都迁就你。可是这次啊，四叔不能再迁就你了。咱们蛇族一直以来都是个中立的种族，和人类、地星人都不是同一类人，我们没有必要卷入他们的纷争之中啊。这些个乱子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就算万一哪一天真的有了危险了，四叔我就算是拼了老命，也会保你平安的。阿红，你怎么了？阿红，怎么是你呀？四叔，你说的太感人了。阿红呢？四叔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可我也有我的苦衷啊。所以只能请您也尝尝雄黄酒了。外面看守我的那些士兵，个个都是追了我10几年的，让他们软禁我。四叔啊，你是不是真的老糊涂了？你，红姐，你赶快先走吧。放心，等我跟他们会合了之后，就过来接你。哇，今天夜色真好啊！哇，好多小星星啊！是。哎，你看那儿，你看那儿。可以了。沈飞，沈教授，你干什么？哦，你脸上有灰，我帮你吹吹。好了吗？你头又不疼了？哎呀，你这么一说吧，就还真有一点儿，就一阵一阵的。哈哈。我晚上还要备课，那我先走了。啊，去吧。没坏呀。怎么了？在他脑子里见到活神功了？我这是科学，不是异能。人家脑子在想什么，我怎么可能看见？只是有点奇怪。哪儿奇怪啊？这个沈教授的精神区域，从头到尾没有一丝波动，简直就跟死了一样。到底要不要告诉他？如果告诉他，会不会让他陷入危险？要不是我情况特殊，突破不了特调处的禁制，我何必找你这个窝囊废？
结果你连这点小事儿你都办不好。下次我一定能成功的。那我就再指点你一次。这次，我给你找个好帮手。不行，对他来说，留在这里才是最好的选择。以你们现在的处境，还有什么选择可言？真的能治好他吗？只要你拿到上河锥，交到我手里，我绝不会食言。到时候，你们就真的可以双宿双飞了。你胡说什么？我对她从来没有那种龌龊的心思，我只是把她当做自己亲妹妹看待。我只想好好保护她，让她过几天安生日子。你费尽心思要找的那个东西，究竟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呀，太年轻，损人未必就要利己。怎么还是没醒好？你究竟为何而来啊？有人让我们在这里等你。谁？哎，那个谈笑的能量活动痕迹有没有新的发现？别急嘛，我一直盯着呢。这个地星人精明得很，一直没。有了有了，哪儿啊？哎，这不是祝红家附近吗？志宏，跟我回去。嘿，祝红！哎。真没想到，这镇静剂也用在你身上那一天。来，先把他带回去。朋友，看够了吗？他说好会来接应你们的，但这个家伙没有告诉你们，他说话不算数。我输了。
周总，你最近供货越来越慢了。我也是没有办法呀，你们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，要年轻鲜活，身体还要棒，我得仔细的一个一个的鉴别，才能够甄选送给你们，对不对？这个小子，啊，他还有几个兄弟，我再仔细观察观察，如果行的话，我再双手呈上。这么多人类里，最有出息的就是你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已经没有残余多少黑能量了。从心跳频率来看，精神控制应该也被解除了。接下来就看他什么时候醒过来了。郭长城在哪儿？哎，对啊，既不在地心人身边，也不在祝红身边，那应该只能问他四叔了。哎，老楚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别急啊！来不及了，再晚的话，那笨蛋就被蛇族当参考点了。那等老大批准啊！哎，老大的决定和我一样。什么时候这么关心小郭了？这么好好的一条蛇，弄得跟人类似的，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啊！别动！行了，说说吧。就是因为他们辞退了你，然后又打了你一顿，所以你就大开杀戒了。他们死，是因为他们该死。那他呢？他也应该被你拐跑吗？我不是拐跑，我是在保护他。说说吧，那些伤都是谁弄的？还能是谁？当然是他那个该死的好父亲。我刚进研究所的时候，一心想着学术研究，可是没想到，分配给我的都是那些杂货琐事儿。不过我得庆幸，如果不是被迫跑腿的话，我永远不可能发现这个秘密。都怪你这个拖油瓶，让老子在外面丢尽了脸。除了拉琴，你什么都不许做。郑中原好歹是他的继父啊，仅仅因为他天生和别人不一样，就该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吗？对郑中原来说，小提琴是他这个妓女唯一能炫耀的特长，但对郑毅来说，那就是痛苦的代名词。也是从那天起，我趁郑中原做研究的时候，潜入他们家，看看这个可怜的小郑毅。每次见面，他那些触目惊心的伤痕就更多了一些。小妹妹，别害怕，我不是坏人，我只是想给你处理一下伤口。
忍一忍啊，哥哥给你吹吹，吹吹就不疼了。郑毅，郑毅，你又在偷懒！你刚才在干嘛？啊！我让你偷懒，你再偷懒，再偷懒！所长，啊，进来进。所长千金，怪不得琴艺这么好，原来是所长教导有方啊！对，希望所长可以这么严厉的教导我们两个，我们俩肯定跟着您好好干。所以那一晚你痛下杀手，并不是因为自己的研究成果被掠夺，而是在替他泄愤。郑中原那天看我的眼神，好像早就知道了什么。我被解雇以后，恐怕再也没办法保护这个孩子了。我一直在忍耐，我在酝酿，可事到如今，就不如拼了吧。小妹妹，他说的都是真的吧？哇，你们俩真是够可歌可泣的。但是没办法，你们犯了命案，我就得照常办事，请理解。我明白，我走了以后，一定请你善待这孩子。放心吧。哎，好久不见啊！你既有罪，就当受罚。诸位，此人就交由我来带走了。老赵，你是不是得罪他了？以前还客套几句，现在不说了？我大概知道原因。哎，小妹妹，你别哭啊！别哭了。来，这边帮我拿。当当当！来，小妹妹，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吉祥物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叔叔就借给你玩几天。四妈，你受点累啊。上班时间打瞌睡，扣工资。老大，你想什么呢？我总觉得这次案子太简单。我抓住谭笑的时候，他完全没有反抗。就像是解脱了一样。地心人的日子也是不好过啊，不用异能还能在地面躲躲，一旦用了，肯定会留下痕迹。在我们特调处的掌控下，也无所遁形。甚至心性弱一点的地心人，开关不小心打开，能量暴走，伤人伤己，
也是常有的事儿。能量暴走，开关打开。别动！真是奇了怪了，难道这音波能对我的护盾磁场干扰吗？就连我这能量仪都被震碎了，连一点地星人的能量都没有截留住。昨天晚上11点，他还给我打电话，说是实现了脱离水环境的声波震荡。那个地星人，他的音波既能震荡干扰空间，又能控制人类的情绪，这完全是两种效果呀！仅仅因为他天生和别人不一样，就该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吗？哎，老大，你又怎么了？这是科学，根本就不是异能。谭小大不是地星人。这里就是地心吗？不是。他所展示的声波震荡能力，只是把声波投入到空间，这是他们实验室所研究的课题啊。可郑中原也好，祝红也好，他们明明都……你好好想一想，2次声波蛊惑人心，留下能量痕迹的现场都不只是他一个人。他费尽心思来伪装自己，其实是为掩护另外一个人，那次因能量失控而造成死亡事件的真凶。你该死！你准备好了吗？谁？是谁？惩罚你的人。你出来！怎么是你？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算了吧，活着有什么意思？活着没意思，活着没意思，活着没意思，活着没意思。不错，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夺取圣器的任务，舍你其谁呢？你是谁？你都看到了。你不要误会，我和你是一样的人。我这次来，只是想和你做一个交易。果然，你对本使和所有人撒了一个弥天大谎。黑袍大人，求求你放过他。他犯下了过错，我愿意替他抵。每个人都该为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。至于你，暂时不要再出山了。祝红醒了，小心那个女孩。有人让我们在这里等你。不行啊，没人接。走，咱现在去趟医院。我跟你们一起去。
特调处明天会带谭笑出席婚礼，只要你帮我拿个东西，我就带你去找谭笑。谭笑伯伯。一杯摩卡，您呢，小姐？好，一杯蓝山，小姐。好，好，请稍等，一会儿就来。各位来宾，大家静一静。今天是我家爱女李佳琦与黄氏集团的代理董事长黄林奇举行婚礼。首先，我代表家人呐，欢迎大家的到来。希望大家愉快一点，送上最诚挚的祝福。光标我必有重谢。谢谢。我爸又不知道在胡说些什么了。你爸挺可爱的，哎，他说的挺好的呀。哎，对了，那个，喂，佳琪，到窗边来看看。你干嘛？没什么，我就是想见见你。你不知道结婚前是不可以见面的吗？不吉利的。好了，我见到你了，回去吧。准备好了吗？秦老板放心，包你满意。小点声，你要弄到全世界都知道啊！高部长，高部长您来了！哎呀，太荣幸，太给面子了！恭喜啊！谢谢谢谢，高部长，来这边请，请。来，高部长啊，前阵子出了点问题，多亏了特调处帮忙啊。哎，老洪住院了，就由我来代谢。我们了解了一下，特调处也归你们管了。李先生，你是龙城市商业圈的龙头，都市年轻人的楷模，只要不做违法乱纪的勾当，我们海星舰和下辖特调处当然会鼎力支持。一定，哎呀，一定的，一定的。明天的爆料标题是又有权钱勾结，其乐融融，人为刀俎，谁为鱼肉？先生，好像没见过你啊，今天呢？你胆子不小，啊？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高先生的贴身便衣保镖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给你抓起来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多多理解。哟，大庆长官，哎，挑点水果啊。不是让你安静点吗？你怎么总是哭哭哭、吵吵吵的？你要是再这样，我可就不要你了。我可就不要你了。孩子，再吵以后真的不要你了。